我和姐姐捡到一对受伤的蛟蛇，她选了那条温顺的黑蛇，我留下这条冰冷的白蛇，叫它白尘。都说蛟性冷，养不熟，我不信。10年，我用蛟人类喂它，它伤好了，却始终盘在离我最远的角落，直到我准备放弃那晚。我们结契吧。我枯竭的心猛地一跳，节气前夕，我才偶然听见他与我结契，只是为了留在我姐姐身边，待她化龙那日，首先要斩的就是我。原来这对双生蛟蛇眼里从来只有姐姐，那时我才意识到，他对我不过是利用。我既然得知了这一切，自然有方法应对。此时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住处，可却和晚归的白尘撞在一起。他不知道我已经知晓了一切。白尘下意识的后退，别碰我。和我第一次想摸他的尾巴时的反应一样，本以为是兽人，生性淡漠，却原来他的疏离都是因为厌恶。我不由苦笑出声，我想哭，想被安慰，可白尘烦躁地转身离开。也只有在我喂他喝灵泪的时候，似乎才有一时半刻的温柔。恍惚间想到了每年举办的海底游猎，每一次我都会带上双份的补给，满心期待地捧到白尘面前。白尘，这次游猎陪我一起去好吗？白尘的视线未动。不去。可每个人都带了家里的兽人，你不去他们会笑话我，况且我也很怕那些异兽。你如果不想被笑话，就去收一个新的兽人，我无所谓。所以10年来，我都是一个人去的游猎。异兽极其聪明，会攻击落单的人。我每次被异兽弄得满身伤痕，拖着受伤的身子，遇见姐姐和白灵，看着白灵和白尘一样的脸上笑意温润。如烟的掌心都磨破了，以后握剑拉弓的事都交给我来做。姐姐满眼笑意的点头，她抬手想摸摸白灵的尾巴，白灵便扬起将尾巴圈着她的腰身，让她一次摸个够。真好啊！我羡慕姐姐，羡慕她可以拥有白灵这样的真心。连着3日，我不饮不食坐在屋中，只有缩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，才能有一丝丝的安全和妥帖。我看着窗外昼夜变换，肚内空空却丝毫没有恶感。父亲母亲眼里只有争气的姐姐，谁也没发现我3日都未曾出现，就连与我住在一处的白尘也未曾发现，或者说他丝毫不在意罢了。第3日一早，白尘便出了门，我在屋中各处游走，每一处都是我们2人一同生活过的气息。整整10年，他就像我生命里的意外，以为是可以融化的寒冰，却没想到是死结。腹中传来一股绞痛，我按了按肚子，将屋内我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打算走了。前10年我活着的目标就是养好白尘，与他结契，共同修炼。可是如今这个目标大概完不成了。忽然记起，我刚把白尘带回瑜伽时，他孱弱的像随时会死去，而蛟蛇的特殊血统，普通的草药零食都对他无效。我在瑜伽不受重视，手里也没有钱物，便想到了用自己的灵泪养它。有什么能比瑜伽后人的鲛人泪疗愈作用更强呢？哭灵泪还挺痛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大抵是他饮完灵泪后恢复红润的脸色，给了我无限的勇气吧。我想着从此以后，我与白尘会相依为命，即使他性子冷了点，但终究是我捡回来的小蛇。我做了许多为他好的事，甚至自作多情的没有将鲛人类的事告诉他，怕他会有压力。哪怕这样小心，还是让他厌恶了这些好。我决定放手，放过他，也放过我自己。我带着行囊离开了家，我漫无目的的游荡，不知不觉走到我们一起赏过月的山谷。我喜欢看月亮，白尘也喜欢，但他从不愿与我一起赏月，只有白灵与姐姐也同行，白尘才会答应与我一起。也只有见到姐姐时，白尘冷情的脸才会鲜活起来，甚至压抑不住自己的真身化形，掩在衣袍下的尾巴激动的颤抖。我以为那是因为他们双生蛟蛇感应所致，多赤裸的明示。可惜我那时不懂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抬起头逼回淌到眼睫上的泪水，转身要离开时，直直撞进了一个胸膛，是熟悉的白尘的气息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想起那夜撞到他怀里时他的抗拒，慌忙退了一大步。没什么，随便走走。白尘的目光在我的行囊上打转，勾起一个温润的笑容。我有事要与你商量。我迷茫地望向他，什么事？白尘抬手帮我将额间的碎发拢在耳后，动作轻柔的仿佛换了一个人。他浅笑着说：我们结契吧。白尘要与我结契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这句话我等了10年，原以为自己已经对白尘失望透顶了，没想到听到这话时，心里还是会下意识的欣喜。对着他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，忘记将自己锁在屋中痛彻心扉的那几天，也许是为了10年的执念。我劝自己，也许白尘是可以暖化的。他牵起我的手，一路往回走。这是10年以来我们第一次亲密接触。我回握着他的手，不由自主地扣紧，他松松垮垮地牵着我，似乎只要我一松手，他的手便会滑落出去。回到瑜伽众人面前，白尘温柔地笑着，眼睛里像碾碎了漫天星辰。一如我们初见之时，我的心情从谷底下飞到天际。刚和父亲母亲说完要与白尘结契，外面的烟花瞬间炸响，我以为是白尘用心准备的惊喜。我兴奋地跑到门外，烟花之下站着姐姐和白灵，原来不是白尘为我准备的啊！我又自作多情了。我有些失望，侧头看向身旁的白尘，他仍旧笑着，但眼里的沉郁之色怎么也掩藏不住。朝夕相对10年，我怎么会看不懂他的情绪？他还是在意姐姐的。方才欢喜的心沉下去了几分。白尘握紧了我的手，力度大的逼出了我的眼泪。明明今天该高兴的，为什么还是止不住眼眶的酸涩？瑜伽2个女儿要与蛟蛇结契的消息传得很快，大家都感叹瑜伽的好运气。毕竟自从1000年前青龙龙主陨落，世上再无真龙，蛟蛇白尘和白灵就是最有可能化龙的存在。瑜伽有蛟蛇，而且是2只，让其他育灵师都看红了眼。有了天生龙脉，再加以瑜伽女儿天生炉鼎的疗愈能力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当然他们主要夸的是瑜伽的大女儿于如烟，至于我不过草草带过，只是说话的天头。有人说白灵有了瑜伽这一代最强传承的气主，一定会飞升化龙。有人说可惜白尘和自己的孪生兄弟同脉不同命，竟然摊上瑜伽2女儿这个废柴。还有人说等白灵成为龙主，于如烟便是世上最有权势的女子，到时可以从指缝里给自己的废柴妹妹漏些福音。这些话我从小到大已经听过了无数遍。姐姐是天上月，我是脚下泥，就连我的亲生父母都不能一碗水端平，又怎么能要求别人一视同仁？所以我不在意这些，我唯独在意的是白尘的看法。他
他是否也觉得与我结契埋没了他的灵脉？结契前夕，我问是否会后悔，他说不悔。结契前夜，按理说我与白晨是不能见面的，要各自在灵泉中洗身，但想到这个月的鲛人泪还未给白晨，我寻无人处取了灵泪，小心翼翼地放在钵子里护在怀中，一路循着他的气息找到了他，刚要开口喊他，却听到他的嗤笑声。如烟，你知道的，我为了留在你身边，才答应与于明月结灵气。他寡淡无趣，又没什么天资，怎么比得上你？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，看白晨的样子并未饮酒，说话时很清醒。他正拉着姐姐的手诉说，眼神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热切。刺人的话接着从他嘴里吐出。等我化龙，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废了他，然后让你做龙主夫人。我看着姐姐没有回应，心中稍稍安慰，至少姐姐没有背弃我。就在我以为她要呵斥白晨时，我真不舍得阿晨待在于明月那个废柴身边，他那点灵气怎么能助你修炼呢？我后退一步，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姐姐嘴里说出来的。她说着还拉住白晨的尾巴放在手中把玩。白晨的尾巴，我不小心碰一下都会被她说恶心，她却让姐姐随意抚弄。我有于明月的鲛人泪，等和他结契之后裨益更大。一点鲛人泪能赶得上我天生炉鼎？白晨眼中闪过我没见过的残忍。不够就再去，反正他爱我入骨，一身灵泪又算什么？原来白晨一直都知道我在用鲛人泪养他，此刻我觉得心脏像被人攥在手中，又丢在地上踩了几脚，以为有了白晨以后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，以为他突然要结契是因为不想我离开，没想到这些不过是他想留在姐姐身边的手段。直到此时我才愿意承认，白晨是真的不在意我。原来气息微弱的落在海底的双生蛟蛇，第一眼爱上的都是我的姐姐。我跌跌撞撞地回到住处，颤抖着手将前些日刚一一复位的东西又打包了起来。这次真的要走了，临走前我留下了一张字条：白晨，你自由了。我抬手抚上眼睛，因为日复一日的取灵泪，这眼睛也快看不见了。我觉得胸口闷闷的，终究放弃了我的小蛇，也放弃了那个飞蛾扑火的自己。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我的去向，这里让我喘不过气，我只想逃。离开余家后，我换了很多地方，最后在没人认识我的海底小镇落脚。这里民风淳朴，也有很多未开智的小灵兽。渐渐大家都知道我对灵兽的疗愈之力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当地的御灵师协会找到了我，他们说服我加入了协会，并且保证不会泄露我的真实身份。我在余家是个废柴，可是在海底小镇里能力堪堪够用，人们都很友善，尤其是小孩子，他们会捡来海边五彩斑斓的石头放在我的窗前，答谢我帮他们安抚躁郁的灵兽。有些胆子大的小孩会问，姐姐这么厉害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灵兽？我摇摇头，我不厉害，长得也不漂亮，没有灵兽愿意跟着我。听我这样说，小孩们急了，谁说的？姐姐人美心善，是我们见过最厉害的御灵师。我故作不在意的笑笑，孩子们的注意力变得快，不一会儿就去聊自己家的兽人了。我忽然想起白晨，他应该已经发现我离开了吧？他会因为计划落空而暴怒吗？会维持不住自己冷情的面具吗？我摇摇头，甩掉这些念头。余家和白晨都与我无关了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，我阿爹捞上来一个瘸腿兽人，脸上全是丑疤，从来没见过那么难看的兽人，怪不得会被弃主丢掉。孩子们的讨论吸引来了很多人，有一个看着有些阅历的大叔点点头，我就在边上。那一身伤痕的应该是从地下斗兽场偷跑出来的。听到这个说法，周围人都噤了声。这个小地方，地下斗兽场这种灰色产业都讳莫如深。在余家时，我曾听父亲说过，只有凶兽和不服教化的低智兽人才会被送到斗兽场去。斗兽场根本不会把兽人当人看，只会无休止的让他们互相撕咬争斗。我不由问道：他现在在哪？刚刚的大叔皱了眉。月姑娘要去找他。见我没否认，大叔连连摆手：可不敢，他要真是从斗兽场跑出来的，绝对是凶兽。到时候发起狂来，再伤着月姑娘你。我浅浅笑着问：二叔，你今日是不是见过他？大叔闻言迟疑地点点头：见过，就在海边废弃石屋里。说完又补充道：月姑娘不会是想去收了那个兽人吧？收个新兽人嘛，心口的疤隐隐作痛，我大概没有勇气再去收养一个兽人。养白晨的10年，已经几乎耗尽了我的灵泪。我只是有一些不甘心，凭什么漂亮的人、优秀的人才能被看见，才能享受优待，才能得到爱？我们也有渴望被关注、被爱的心，看着周围人担忧的眼神。我说，就算是斗兽场的凶兽，也和人一样懂得分善恶，只要没有恶意，我相信他不会随意攻击别人。请大家不要把他想得太坏，也许他只是个受了很多苦的寻常兽人。我循着大叔说的位置来到海边的石屋，石屋里黑洞洞的，有2个黑曜石一般的东西一闪一闪的，是那兽人的眼睛。我将带来的吃食放在石屋前，这是可以吃的，别怕。虽然都是寻常食材，但是填饱肚子没问题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听里面传来一句：你是谁？嗓音粗粝的像含着沙子在说话。我笑了下，轻声答道：我和你一样，是个无家可归的人。也许是看出我确实没恶意，石屋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兽人挪到了屋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捡起吃食。这时我才能看到他的全貌，原来他的真身是腾蛇。和阿叔说的不同，他身上一点没有戾气，反而透着股灰败的死气，脸上的刀疤深可见骨，头发脏兮兮的打成了结。他一边吃饭一边抬眼打量我的神色，好像生怕我一生气就将吃食收走一样。我将手背在身后让他安心些，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将嘴里的食物艰难咽下，一双眼睛更亮了。萧明，我叫萧明。
我跟着念，肖明，很好听呢。肖明的脸有些红，有一股就算疤痕也掩映不住的绮丽。等他将东西吃完，我也该走了。我叮嘱道：“肖明，这里的人都很好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”肖明有些迟疑地点点头。多温驯的兽人啊，怎么会被送到地下斗兽场那种地方，还被虐待得这么惨？我叹了口气，转身要走，衣角却被肖明拽住，回头便对上了一双带着气球的湿漉漉的眸子。肖明艰涩地开口：“姐姐能不能收养我？我不是坏人。”我怔住，肖明艰涩地开口：“姐姐能不能收养我？我不是坏人。”我怔住，他怕我拒绝似的，说了一咕噜的话。我虽然伤了腿，但不影响干活的。挑水做饭、洗衣铺床我都能做，或者别的事儿，只要姐姐需要，我都能做。透过肖明，我好像看见了幼时的自己。为了父亲母亲能多看我一眼，我做了许多事，帮他们洗脚洗衣，帮姐姐铺床叠被，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能干些，仿佛少做一点都不配得到他们的爱。而姐姐什么都不做，只要站在那里就是他们最爱的女儿。这种不配的感一直伴随着我长大。那时我多希望有人可以跟我说，你不需要这么做，我们也会爱你。心下有些酸涩，我定定地看着肖明的眼睛，像我这样长得不好看，天赋低微的气主，你确定要跟吗？肖明松开了我的衣角，我黯然地垂下眼。果然，这个世界是看脸和实力的。谁知下一秒，肖明在衣服上擦擦手，轻轻抚上我的脸。姐姐很好看，比肖明见过的人都要好看。我想跟着姐姐。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夸。肖明眼底很干净，没有我见惯的鄙夷，对上他真切的目光，我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。他怕我反悔似的慌忙握住我的手。就这样，我收养了肖明。肖明和白晨不同，有肖明在，家里一切的事情都不要我插手，他将家务打理得妥妥帖帖，还会千方百计做好吃的哄我开心。知道我胃不好，灶上一直会温着一锅白粥。我说过他不用做这些也可以留下，名义上是不想用恩情裹挟他，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是怕有一天他变成和白晨一样冷情，我会不习惯。就连曾经对他避之不及的大叔都夸赞：月姑娘真是好人有好报。肖明这么能干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邻居们也都羡慕我，拿肖明对比，细数着各自家里兽人的不好。我只是笑笑不语。我想过肖明是个温驯的兽人，却没想过他这样好。在他身上我才明白，原来想对一个人好的心不分人和兽人，只是在于愿不愿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有了肖明的陪伴，我回忆起过去的时候少了，只是偶尔还会陷入梦魇。梦里回到了收养白晨的第4年，我与姐姐带着各自的兽人出门，半路上遇到瑜伽对手的伏击，火药榴弹炸开的声音和刀尖劈砍声包围着我们。混乱之中，白灵保护着姐姐，我拉着白晨一路躲避追击。那些人穷追不舍，将我们逼到海底深渊边。我一心想着护住白晨，没留意脚下，直直地坠下深渊。下坠时，我还在懊恼自己没用，还在担心白晨的安危。但梦里的画面比记忆中更加清晰。我坠崖前，有人想要袭击姐姐，白晨推开了我，和白灵一起扑在了姐姐身前。原来没有什么失足坠崖，而是我挡了别人就白月光的路。所幸断崖不高，我捡回来一条命。4肢粉碎性骨折，在床上躺了半年。父亲母亲只来看过我一次，其他时候都很忙，因为姐姐身上有擦伤，他们不舍得姐姐身上留疤，所以忙着寻消疤痕的灵药。白晨也只来过一次，还是在姐姐来探病时。脑海中有个声音在叫嚣：于明月，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都是浪费空气，根本没人会爱你。我拼命的摇头，想把这个声音赶出去。就连你亲手养大的兽人都背弃你，你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脑海中的声音更加尖利，像父亲的声音，像母亲的声音，又像姐姐的声音，最后变成了白晨的声音。别碰我，你让我恶心。我挣扎着后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努力构建了这么久的心墙轰然倒塌，我近乎又要陷入自弃的情绪。突然觉得额头上暖洋洋的，脑海中这些杂音一下都消失了，像黑暗中被撕开了一道口子。我朝着那道光亮狂奔，直至眼前光芒大盛。睁开眼时，就看见肖明一脸担忧地跪在床边，他的手正放在我的额头上抹撒。见我醒来，才舒了一口气。姐姐做噩梦了吗？温温柔柔的声音听着让人心里安稳。不知怎地，这一刻我很想哭，眼底的潮气翻涌上来。我第一次在肖明面前落泪，眼泪像不要钱似的止不住的流。肖明不知道怎么安抚我，只好手足无措地将我拥进怀里，动作轻柔地拍着我的背。姐姐不难过，肖明在。若我当着白晨的面哭，白晨只会冷冷地让我出去。在肖明面前，我可以卸下所有伪装的坚强。我嗡动着唇，鬼使神差地说：我想摸摸你的尾巴，可以吗？肖明的呼吸微滞，便出他的尾巴放在了我的手上。我惊奇地看着上面的纹路，青色的鳞片闪烁着暗芒，鳞片之下还浮动着金光。腾蛇的尾巴都是这般华丽的吗？我曾经见过姐姐摸白灵的尾巴，蛟蛇已经是最接近龙的存在，但蛟蛇尾巴也没有肖明的漂亮。我颤着手指小心地触碰这年少时念了很久的东西，指尖在肖明的蛇尾上游移，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，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。落地，他抓住了我的手，声音有些阴哑。姐姐不知道摸尾巴代表着什么吗？我茫然地看着他，摸尾巴代表什么？从我记事以来，见姐姐摸过许多兽人的尾巴，狐狸的尾巴，荒原狼的尾巴，还有数不清的虫鱼鸟兽的尾巴。姐姐说兽人的尾巴只给强大的御灵师摸，所以从小我就不敢轻易动手。对白晨实在是因为喜爱才敢跃跃欲试。见我不懂，肖明的脸上有些红。肖明侧过头，嗫嚅着唇说道：尾巴是兽人最敏感的地方，摸尾巴是灵修的意思。我的脸登时也热了起来，竟然还有这个意思。姐姐骗了我，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人叫过我，我只当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表达喜欢的动作，真是白当了这么多年的御灵师。那我当时窥探鸡姐姐摸白灵的尾巴，是不是有点猥琐？转念间，姐姐摸过那么多灵兽的尾巴，岂不是每次摸了尾巴之后，她的术法就会精进不少？我还以为是天赋。我赶快放开肖明的尾巴，觉得掌心都有些发烫。肖明回过头，认真地看着我的脸。姐姐别误会，肖明愿意的，
只是有点难受。我眼神闪躲，他抓着我的手，带着我去感受他尾巴上的纹理，指尖所到之处都会带起一片金光。萧明突然提及了自己的过往。我出生在荒原，很小就被带到了斗兽场，他们逼着我，我不愿意。我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以为这辈子只能活在阴暗的角落，不明白活着的意义。直到遇见了姐姐，我心里一阵酸涩。萧明真的受了很多苦啊！若是当年我遇见的不是白晨，而是他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他继续说道。萧明想结妻，永远和姐姐在一起。如果姐姐不嫌弃萧明丑的话，我脱口而出，怎么会？我想说的是不会嫌弃他。萧明却欣喜若狂，放开我的手，紧紧地拥着我。姐姐这是答应了。他的心砰砰砰剧烈的跳动，在我的心上也激荡出涟漪。否认的话在喉头打了个转，到嘴边却变成了一个字。展望下和萧明相依为命的日子似乎还不错。萧明照顾我的生活，我照顾萧明的腿，我们两个一起慢慢的好了起来。每到傍晚，我们都会迎着海风在海滩上漫步，两个人过去的回忆都乏善可陈，牵手走着却有说不完的话。今天海浪很大，冲上岸很多贝类，我们正要捡些回去改善伙食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唤。月月，我心中一惊，他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回头看见了白晨，手中的珊瑚掉了一地。萧明注意到我的异样，将我挡在了身后。我握了握萧明的手，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，是故交，放心没事的，让我单独与他说几句话。萧明颔首，走到远处，眼睛警惕地盯着我与白晨的方向。我望着白晨，多年不见，他沧桑了不少，没了当年如星如月的少年义气。我勾起一个微笑，好久不见，白晨。白晨眼中却翻卷着怒气。他是谁？我对上白晨破人的目光，我收养的兽人。白晨眼中却翻卷着怒气。他是谁？我对上白晨破人的目光，我收养的兽人。白晨唇角轻颤。那我呢？我回道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留下的纸条你应该看到了，你现在是自由身。白晨。白晨抬手指着萧明的方向，不可置信地质问。你要为了一条瘸腿的丑蛇抛弃我？我听不得他这样说。萧明催动灵力劈过去一掌，被白晨躲开，只在颊边留下了一道红痕。白晨眸中沉痛。阿月，你竟然为了他伤我，你用灵泪整整喂了我10年，你说过我是你最重要的人，你都忘了吗？我平静道，可是在你心中从来没有我，只有于如烟，不是吗？白晨震惊了一瞬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节气前夜你来找我了是吗？我平静道，这不重要了，都已经过去。白晨蓦地抓住我的肩膀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我没想到白晨还会有认错的时候，若是从前看到他这样低声下气，我恐怕会心疼的不行。今天却不痛不痒，没有什么感觉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不愿再纠缠，话和感情一样都会过期，过了那个时限再说，就没人想听了。我朝着萧明的方向跑去，萧明孤单单站在那里，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。见我过来，他脸上有些惶恐，又有些惊喜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我扑哧笑了一声，怎么会？他也是你的兽人吗？你喜欢他吗？我牵起萧明的手，萧明不要多想，现在我只喜欢你。我们要离开时，身后传来白晨的喊声。于家主快不行了，让我找你回去。我的脚步顿住，曾经我对这个父亲有过期待，希望他可以想起自己的小女儿，哪怕不疼爱也不要像看不见。他会给姐姐买糖点心，做木娃娃，却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。从小到大，甚至几乎没有对我笑过。但血缘真奇妙，他待我像陌生人。听到他快不行了，我还是有点难过。做女儿的至少在父亲临终前要在的吧？虽然我在与不在，他可能并不关心。萧明担忧地看着我，我对他说：“萧明，我帮你治好脸上的伤好吗？”萧明有些低落。姐姐是嫌我丢脸了吗？我捏了捏他的手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清你。如果要回于家，从小到大我听过的那些讥讽，不忍心让他再听一遍。萧明温驯的点头。我相信姐姐。兽人的机警与生俱来，萧明受尽折磨还能全然信任别人，让这份信任显得格外珍贵。我没忍住摸了摸他的脸，上面没有疤痕的地方比女子的肌肤还要光洁。萧明突然现出真身，尾巴攀上我的腰际，小腹处有些硌得慌，还有些灼热。萧明突然现出真身，尾巴攀上我的腰际，小腹处有些硌得慌，还有些灼热。我轻轻地抚过他泛着金光的鳞片，一直摸到了尾巴尖。萧明的身子猛地颤了颤，声音染上些玉色。姐姐也摸过他的尾巴吗？萧明口中的他自然指的是白晨。我扯着嘴角自嘲地笑了下，他厌恶我的触碰，因为他心里想要的不是我。萧明眼中闪过惊喜。姐姐不要摸他。萧明不喜欢他看姐姐的眼神。到了夜里，萧明破天荒的没在自己的房间睡觉，而是抱着被子挤到了我的被窝。他说想要和我蹭蹭暖和。我知道突然出现的白晨让他不安，就默许了他的行为。他动情时身子便会化成圆形，往日我没注意，今天一看却发现他额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对触角。腾蛇是没有触角的。我止住萧明的磨蹭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萧明眼底赤红，强撑着清明说：“姐姐说我是腾蛇。”我就是腾蛇。我要晕死！感情他不知道自己的真身是什么。尾巴上的青鳞和金光，额上触角坚硬如刀，和我与姐姐去海里寻龙时拿的土册有些像。难道萧明是我不敢往下想？萧明也没有再给我思考时间，他的原型力大无比，将我卷在其中沉浮，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温驯柔和的萧明。我回抱着他，在层层叠叠的包裹中，心里无比踏实，忘了瑜伽，忘了白晨，也忘了20年来的辛酸与挣扎。第二日，我找了个借口直走萧明，手里握着刀放在眼下。刀尖下的疤隐隐作痛。你还真是不长记性，我苦笑着对自己说。但要回瑜伽，这是治好萧明最快的办法。我咬紧牙关，用力地刺了下去。记忆中的痛感没有袭来，叮咚一声，手里的刀掉在了地上。萧明不是把他支走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他瞪大眼睛看着我。
你要自枪？见他误会，我忙解释道：不，我只是想取点灵泪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废柴玉灵师，但是我的灵泪对你很好，喝了它，你脸上的伤和腿上的伤都会好起来的。萧明上前一步将我逼到墙角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。没有人值得你这样伤害自己，就算是我也不行。他的话在我的耳中炸开，记忆中白晨的声音也在我的耳边响起。不够就再取，反正他爱我入骨，这点灵泪又算什么？真心假意，真的经不起对比。看着萧明怒气冲冲的脸，我心中反而一片柔软，心虚的拽拽萧明的衣角，就一次，取一次灵泪就能把你的伤治个七七八八。萧明避开了我的话，反而抚上我心口的疤。这伤是为那个人受的吧？萧明都有点嫉妒他了。他说完默默地放开我，抬手探入了自己的胸膛，然后用力一拔，额头上冷汗层层青筋暴起。我慌忙扶住他，手心被他的体温烫出一串燎泡，忽的一道金光闪过，一片青黑色鳞片出现在他的掌心。我慌忙扶住他，手心被他的体温烫出一串燎泡，忽的一道金光闪过，一片青黑色鳞片出现在他的掌心。他径自将那鳞片附在我的眼下。我震惊地看着萧明，你做什么？不要命了？我的护心灵刀剑不入，这样你就再也不能伤害自己了。他这是拔了自己的护心灵。我抬手抚上心口，鳞片已经和我融为一体，一股纯正浑厚的灵气盘踞不散，而且跟了我10几年的就消失了。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温驯如萧明会被带到斗兽场去，他的力量实在太惊人，比我蹩脚的术法不知道高出了多少等级。有这样强大的疗愈之力放着不用，由着我笨手笨脚的，多少次弄得他伤上加伤。我哽咽地问，为什么不给自己疗伤？萧明惨白一笑，因为怕治好了伤，姐姐就会赶我走，所以他就拖着不良于行的伤腿受苦。不知不觉我眼角又潮湿一片。萧明慌乱地帮我擦眼泪，可眼泪越擦掉的越凶。他忙催动灵气，看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姐姐不要哭。我隔着眼中的水雾望向萧明，他的脸上疤痕不见了，脸色更加苍白，疤痕之下是一副顶好的样貌，黑曜石一般的眸子点缀在狭长的桃花眼中，精致笔挺的鼻子下面是一张樱花般潋滟的唇，脸上的肌肤光洁如玉，每一个棱角都恰到好处。如此绝色的男人是萧明，他越好就显得我越不堪，自卑又卷土重来。萧明见我状态不对，忙问，姐姐不喜欢萧明这张脸吗？那我划成原来的样子。说着他就要去剪刀。萧明见我状态不对，忙问，姐姐不喜欢萧明这张脸吗？那我划成原来的样子。说着他就要去剪刀，被我拦住。我压下作祟的自卑，扯出一个笑容。萧明很好看，这几天镇上的人都来围观萧明，林家的大婶和阿叔都夸赞，月姑娘真是捡到宝了。萧明不但能干，还长得这么好看，长得这么俊的兽人老婶子，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。萧明被夸得脸红，我抬眼望着他，阳光给他镀上一层夺目的金色。是啊，萧明很好，我配不上的那种好。带着萧明回到余家时，不出意外的也都在夸赞他的容貌，就连于如烟也主动凑到萧明面前。你生得这么漂亮，跟着月月太委屈，是不是他挟恩图报强留你的？我救过萧明的事不是秘密，毕竟有过对白晨挟恩图报的前科，所以余家人都这样以为。萧明蹙眉，是我要跟着他的，他对我无所图。于如烟不死心追问，不如跟了我。虽然我已有气手，但我的天赋瑜伽最强，可以助你修炼。丝毫没有顾及他身后跟着的白灵，还有隐在暗处的白晨。萧明站到我的身后，指了指我，我的气主只有他，你天赋强不强与我何干？更何况谁天赋最强还未可知。萧明站到我的身后，指了指我，我的气主只有他，你天赋强不强与我何干？更何况谁天赋最强还未可知。前半句我很受用，后半句却有些莫名其妙。于如烟在萧明面前碰了灰，这还是20年来他第一次在兽人面前碰壁。于如烟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整个余家都不再赞萧明的容貌，转而议论萧明的真身，议论他是上不了台面的灵力低微的小腾蛇。他们说，于明月这样的人也就只能养个蛇玩玩，真正天生龙脉的蛟蛇根本对于明月不屑一顾。有白晨帮白灵修炼，估计离化龙不远了。余家有于如烟就够了，萧明长得再好看也不过是只蛇，于明月把他带回来能有什么用？抛弃蛟蛇养个腾蛇，有他哭的时候。萧明捂住我的耳朵，我摇摇头拉下他的手。萧明，我听着这样的话长大，已经习惯了。萧明心疼地摸摸我的脸。我带着萧明去了看海底月亮的山谷，在海底遇见了白晨。白晨语气不忿，我们的地方你也带他来。白晨大概忘了当初我求他一起看月亮时他有多不耐烦。天上的长月星河，地上的河谷林木，不属于任何人。还有，我和你不适合再用我们了。我的话激怒了白晨，他大步上前想抓我的肩膀。萧明抬手直接震飞了他。白晨不可置信地看看自己的手，白晨不可置信地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萧明，似乎不相信自己堂堂蛟蛇会被一只小腾蛇制住。萧明眸光如刀，感动他，让你从这世上消失。我望向萧明，被维护的感觉真好。片刻沉静之后，白晨整理了下情绪，转而说，于家主走之前想见见你，今夜估计是最后的机会。蛟蛇对生命的感知比人超前得多，颇有些说你3更死，你必然活不到4更的意味。只是我有些疑惑，大限将至的时候想见我，不应该想见于如烟吗？拉着萧明的手叮嘱道，我去就回，等我。就在这转身的刹那，忽略了白晨阴沉戾气的目光。跨进主院的时候，我才察觉到不对劲，这里充满了禁制，我微薄的灵力被压制的几乎没有。回头看白晨，他却一点没有受到禁制的影响，难道是针对我的？直觉告诉我有危险，转身想离开主院。这时于如烟和白灵从阴影处走出，于如烟娇俏一笑，
我的好妹妹，几年不见，你敏锐了不少啊。话里的恶意，就算我是个傻子也听得出来。他冲着白晨招手，阿晨，到我身边来。白晨的身形微僵，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低着头走到了于如烟的身边。我问：你们想做什么？于如烟娇俏一笑，想让妹妹帮个小忙。这话有点可笑，他从来不屑让我帮忙，自小哪怕我出了力的事到他嘴里也与我无关，因为怕被别人说他还要借废柴的力做事。于如烟娇俏一笑，想让妹妹帮个小忙。这话有点可笑，他从来不屑让我帮忙，自小哪怕我出了力的事到他嘴里也与我无关，因为怕被别人说他还要借废柴的力做事。见我不说话，于如烟走到我身前，指尖在我的心口画着圈圈。听阿晨说，妹妹的鲛人类很适合辅助修炼，所以我想替阿林借一点。我震惊地看向白晨，原来他告诉我父亲要死的消息，又处心积虑地将我骗来主院，是要帮于如烟和白灵取我的鲛人类。封在心底最深处的东西一下碎了，自己当成珠玉一样养了10年的少年，此刻面目是这样的陌生。白晨避开我的视线，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。我闭了闭眼，吐出胸口的浊气。我和姐姐同父同母，我们的灵类是一样的，为什么非要取我的灵类？于如烟娇柔地靠在白灵胸前，指尖却缠着白晨的墨发，理所当然地说：因为我怕疼啊。阿晨不忍心看着我疼，对不对？在于如烟炽热的目光下，白晨点了点头。我笑了，笑声我自己听起来都有点吓人。我一字一顿地说，一片真心为了狗。白晨，你才让我恶心。他对我说过的话又还给了他。白晨紧抿着唇，终于抬头看我，他眼中是挣扎还是纠结，都与我无关了。于如烟见我失态，声音有些雀跃。阿林和阿晨马上就要飞升化龙，你交出鲛人类住他们，以后泼天富贵等着你。他还当我是当年被他骗得团团转的小姑娘。于如烟见我失态，声音有些雀跃。阿林和阿晨马上就要飞升化龙，你交出鲛人类住他们，以后泼天富贵等着你。他还当我是当年被他骗得团团转的小姑娘。2只蛟蛇飞升，别说灵类，恐怕把我浑身的灵类抽干都不够。天下不会有2个龙主，白晨和白灵必有一个陨落。为了一半的可能性，曾经我最在意的少年和拼命讨好的姐姐要献祭了我。我的手脚发颤，浑身冰凉，眼下鳞片的温度才让我感到一丝温暖。我抚上眼下的鳞片，想到萧明，那才是真正的天生龙脉。白晨和白灵想化龙真是可笑，被奉承久了，娇弄不清自己的位置也属正常。于如烟见我露出讥讽的表情，一下怒了，指挥白晨：阿晨，把他绑起来。白晨犹豫了一瞬，还是朝我走来，一步一步踩碎了我对他最后一丝故人情分。他说：阿月，你不要反抗，就不会那么痛。我嗤笑，真是贴心又怜惜我，冷冷的开口：白晨，你会后悔的。他趁着绑绳子的空隙附在我的耳边低声说：等我飞升就放了你，再帮我一次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阿月，相信我。曾经我和他撒娇，让他不要喊我的全名，唤我阿月，他始终不肯。如今他一口一个阿月，我只觉得反胃。年少时的求而不得，终究变得面目全非。白晨把我绑到于如烟面前，剑刺入我的眼下，却连皮都没有破一点。他不可置信的睁大眼，不死心的连着刺了几剑，都毫发无损。他不可置信的睁大眼，不死心的连着刺了几剑，都毫发无损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学了什么邪术？我抬头看着他，这说明老天爷都不帮你。他将剑递给白晨，你来。白晨试探着刺了一剑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于如烟有些暴走，刺别的地方，我就不信不留灵泪。白晨握着剑的手微微发颤，他朝着我的左臂刺了进去，灵泪顿时溢出。见了灵泪，于如烟心情好多了。他为了于家家主的位置和龙主夫人的权势，还真是杀红了眼。白晨又接连在我身上刺了很多，灵泪流出，让白晨和白灵都忍不住画出了原形。真痛啊！要是能抱抱萧明就好了。萧明的怀抱很温暖，他会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就像小时候母亲哄于如烟睡觉那样。我知道萧明会一直在海底小镇等我，他一直都是个温驯执着的性子，希望我死之后，他可以寻到一个好气主，不要再受苦。随着灵泪被取走，我身上越来越无力。忽然，主院上空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，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叫声，震天动地，足以排山倒海。主院于家众人也被叫声吸引，迅速围拢过来。他们都看见了于如烟对我的所作所为，可是没有一个人阻拦。比起我要死了，他们更关心空中的笑明，就连深居简出不知道活了多久的于家长老都来了主院，一张枯树皮一样的脸上老泪纵横。是龙啸，青龙降世了。闻言，于家众人齐齐看叫，青龙降世了。闻言，于家众人齐齐看向站在于如烟身旁的白晨和白灵。世上只有于家有蛟蛇，最接近化龙的兽人，他们俩此刻半点没有化形的意思。那天上的龙又是哪来的？于如烟震惊的开口：长老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家的蛟蛇还没有飞升，世上怎么会有真龙？长老无比惋惜地说：是我们于家无福，真龙现世，蛟仔无机会飞升。不可能，我的兽人必须是龙主。灵类，对，
灵泪。于如烟脸上愤愤，夺过白晨手中的剑，就要向我来。我知道自己的身子已经到了极限，恐怕受不住于如烟的怒火，索性闭上眼，不去看他的表情。于如烟的剑带着杀气袭来，然后重重地落在地上。我睁开眼，只觉得灵气回来了，身上的伤开始慢慢的愈合，径直消失了一声接着一声的长啸从主院上空传来。从天上而来的威压让于家人带着的兽人都匍匐在地。白晨和白灵比他们多挣扎了几下，也不甘心地跪伏在地上。我抬头望天，见一尾巨大的青龙在云间穿梭，尾巴上青色的鳞片闪烁着暗芒，鳞片之下还浮动着金光，是萧明苍茫的声音仿佛从九幽深处传来。我抬头望天，见一尾巨大的青龙在云间穿梭，尾巴上青色的鳞片闪烁着暗芒，鳞片之下还浮动着金光，是萧明苍茫的声音仿佛从九幽深处传来。白晨、白灵，你们可知罪？白晨二人跪伏在地上，被真龙威压压的眼角渗出血泪。我这会儿好多了，打眼看过去，看到了两人眼中明晃晃的不甘，可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们只能恭敬的叩首。白晨、白灵之罪。于家众人不知为何真龙现世就要惩戒兽人，于如烟却有了几分猜测，他恨恨地看着我。是你与妖龙做了什么交易？于家众人面色大变，虽然是传承千百年的御灵师家族，面对龙主也无可奈何。于如烟不恭敬的话，随即就能吓死几个胆子小的于家人。他拾起地上的剑，又要向我刺过来。从前我竟没发现于如烟这么恨我。萧明化成人形落在我身前，用2根手指碾碎了于如烟的剑，随意催动气息就将它定在了不远处的假山上。于如烟的四肢和琵琶骨被假山石洞穿，手筋脚筋外露，还有断骨从肋下刺出，比我刚刚受的苦酷烈100倍。萧明垂眸，视线落在我身上的伤口上，一片沉痛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摇头，不晚，刚刚好，在我灵泪被放干之前来都不晚。看到自家的天才子孙被这样凌虐，于家长老站了出来。龙主大人，您虽贵为九幽之主，兽人之王，却也不能肆意对御灵师出手。看到自家的天才子孙被这样凌虐，于家长老站了出来。龙主大人，您虽贵为九幽之主，兽人之王，却也不能肆意对御灵师出手。白晨是于家最有天赋的女儿，也是下一任的家主，还请高抬贵手。萧明将我护在怀中，眼中翻滚着怒气，抬眼扫过于家众人，也就只有长老敢与他对视。萧明冷笑：本座不杀御灵师，但杀眼盲心瞎的人。长老不明所以。龙主何意？萧明逆着他：你且仔细看看，到底谁是于家最有天赋之人？萧明的意思很明显。长老大着胆子走上前，探了探我的气息，而后大惊失色：怎么会？他出生时明明灵气微弱，长大之后也资质平平，如今这么丰盈的灵气，竟然可以和我比肩。我也有些震惊，看向萧明。萧明低头看我，眼中的灵力被温润替代。他耐心地解释：你体内有一道禁制，与兽人灵修可解。你姐姐应该早就知道了这个隐秘，所以才比你更早突破禁制。他耐心地解释：你体内有一道禁制，与兽人灵修可解。你姐姐应该早就知道了这个隐秘，所以才比你更早突破禁制。于如烟原来早就知道了，怪不得从小游猎或外出，她总会告诫我不要轻易触碰兽人的尾巴。像我这样灵气低微的御灵师会被兽人杀死。她看着我被人奚落，被人忽视，看着我在于家挣扎求存，我在她面前卑微的像个仆人，将在父亲母亲那里得不到的温情都投注到她身上。可从那么早开始，她就计划好压制我。于如烟扯着嗓子大叫：于明月，你是废柴，永远都要屈居我之下。父亲母亲的爱，于家的荣耀，兽人的臣服都是我的。呵呵。萧明抬手一挥，于如烟的牙掉了一地。他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面镜子举到我面前，我看着镜子里的绝色美人，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萧明柔声说：我说过姐姐好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。突如其来的美貌和汹涌灵气让我有些措手不及，怪不得回于家之前每夜萧明都要与我睡在一起。在他龙身凝聚之时，连带着让我也飞升了一把。这哪里还是我捡到的单纯温驯的小腾蛇，分明是个有心机的巨嘴葫芦。见于如烟灵气被打散，我又确实天赋过人。长老终于闭了嘴，母亲哭着从房内跑出来，说父亲走了。长老当机立断，举起我的手对于家众人宣布：于明月继位下一任于家家主。母亲哭着从房内跑出来，说父亲走了。长老当机立断，举起我的手对于家众人宣布：于明月继位下一任于家家主。那些嘲讽过我的，往我碗里丢过死老鼠的人都面如菜色，哪能想到他们嘴里的丑八怪废柴，居然还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一天。母亲飞扑到假山石旁，痛心地喊着于如烟的名字，转而又恨恨地看向我，目光像看仇人，却被萧明给吓退了，似乎该很解气的，但我心里却只有唏嘘我从长老手中抽回手。于家家主我不稀罕，龙主夫人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萧明宠溺地笑着看着我，长老和于家众人大惊失色。萧明点点头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萧明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枚玉戒套到我手上，是我很久以前看中却没舍得买的那枚。玉戒套到我的指根时，地上传来白晨的声音：阿月喜欢的是我，戒指我也有，
你看，是你当年心心念念要我做的。白晨手里举着的是一枚银色的戒指，那些年实行打银戒，我求了白晨很久，想要他给我打一枚，他一眼打了。我每天眼巴巴的等着他打成送给我，但最后戒指打成时就不见了。直到许多天后，我在于如烟手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戒指。我骗自己是巧合，这样的素圈银戒很容易雷同的，只要白晨没说他送给了姐姐，便是没有。这样想着又成功骗了自己一次。我从萧明怀里退了出来，走到白晨面前，他举起手中的银戒，拼命举到我面前，想让我看到，就像过去的10年我拼命想被他看到一样。他举起手中的银戒，拼命举到我面前，想让我看到，就像过去的10年我拼命想被他看到一样。我没有接戒指，白晨，有些是错过了就无法弥补了，人也一样。白晨握着戒指的指节泛白，摇头，不还有弥补的机会？我是真心想与你结契的，结契前夜只是为了面子才说的那些话。你走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喜欢的不是于如烟，而是你。我对她只是受累的本性使然，我只是不想比白灵弱。我淡淡的开口，你记不记得有次我不小心碰了你的尾巴，你说恶心？记不记得在我被异兽撕咬的满身是伤时，你因为不想闻腥味将我赶出了屋子？又记不记得你为了保护于如烟将我推下断崖？我的质问他无法反驳，他化形出尾巴放到我面前。阿月，是我错了，以后你怎样都行。这次骗你来，我也只是想赶快化龙，然后护住你。我想与你永远在一起。我爱的是你啊！没有见过萧明的尾巴之前，觉得蛟的尾巴鳞片很美，但见过了萧明的，再看白晨，只觉得那条蛟尾暗淡至极。我淡淡道：一切都晚了，白晨。不过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才能让我遇见萧明。白晨仍跪在原地，指尖死死抠进地面，刮出深痕。白晨仍跪在原地，指尖死死抠进地面，刮出深痕。他仰头看我，眼尾赤红。阿月，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是萧明的身份，还是他那些龌龊心思被彻底摊开在阳光下的不堪？或许都有。我没回答，只是将目光投向远方翻涌的海浪。萧明揽在我腰间的手紧了紧，无声传递着力量。他无需说什么，存在本身就是对过往最彻底的否定。萧明的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压过所有杂音，传入每个生灵耳中。青龙为何陨落，又为何重现？尔等真的忘了吗？他抬手，指尖青光流转，映照出漫天幻象，不再是余家这方小院的烟杂，而是浩瀚无垠的远古战场。天穹撕裂，大地崩摧，龙族与遮天蔽日的暗影殊死搏杀。一条威武的青龙身先士卒，龙吟震天，最终却被数道来自盟友的背刺之光击中，龙鳞剥落，龙角折断，悲鸣着坠向无尽深海。那暗影隐约带着蛟蛇的阴冷气息。余家长老失声惊呼，浑身颤抖。是远古噬魂兽，还有叛徒。记载中是蛟族先祖临阵倒戈，引狼入室。真相如同惊雷，炸响在每个人心头。蛟蛇一脉，所谓的最接近龙，并非天赋异禀，而是窃取了龙族气运的叛徒之后。蛟蛇一脉，所谓的最接近龙，并非天赋异禀，而是窃取了龙族气运的叛徒之后，他们世代掩盖真相，甚至将青龙的陨落扭曲成一场意外，而他们则是天命所归的继承者。白晨和白灵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这是刻在他们血脉深处的原罪，是他们荣耀根基下的腐朽与肮脏。白灵甚至无法维持跪姿，瘫软在地。萧明便是1000年前那场背叛中被最信任的盟友蛟族先祖暗算重创的青龙龙主，他坠入海底深渊，凭借龙族秘法陷入沉眠，苟延残喘，直到被我这个被所有人抛弃的废柴误打误撞的遇见。他不是什么落魄的小腾蛇，他是归来复仇的古老君王。我沉眠之地，怨气与龙息交织，寻常生灵靠近即死。萧明看向我，眼底的冰冷化为深海般的温柔。唯有至纯至善之魂，方能不受侵蚀，甚至以自身灵韵温养残魂。至纯至善，我吗？我下意识想否认，我心中有怨有恨，有过不甘。萧明仿佛看穿我的想法。你的怨与恨皆因不公而起，从未主动害人。你的灵泪疗愈的是本质，而非表象。萧明仿佛看穿我的想法。你的怨与恨皆因不公而起，从未主动害人。你的灵泪疗愈的是本质，而非表象。明月，是你唤醒了我，也是你补全了我破碎的龙魂。他轻抚我眼下那片已与他同源的护心灵。这并非简单馈赠，而是龙魂契约的印证。你我性命相连，灵魂相契。你，于明月，是我萧明认可的唯一的龙后。龙后二字如同敕令，引动天地法则，海底祥云汇聚，瑞彩千条，隐约有仙乐缥缈。我被一股柔和却磅礴的力量托起，周身散发出淡淡的青色光晕，与萧明交相辉映。曾经因静置而晦暗的容貌与天赋，在此刻彻底绽放，清丽绝伦，灵气磅礴，竟丝毫不逊于全盛时期的余家长老。下方一片死寂，余家众人，包括我的母亲，都目瞪口呆，无法将眼前这个风华绝代、与龙主并肩的女子和那个他们视若尘埃的于明月联系起来。不可能！于如烟被钉在假山上，目睹这一切，嫉妒和绝望让他彻底疯狂。他是个丑八怪，废柴，他凭什么？我才是天命之女。白晨，白灵，你们画龙啊！白晨，白灵，你们画龙啊！
杀了他们。可他口中的天命蛟蛇，此刻如同死狗般匍匐在地，在真正的龙威下连头都抬不起来。白晨望着空中光芒万丈的我，又看向状若疯魔的于如烟，眼中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。他追求的化龙，他渴望的力量，他轻蔑抛弃的真情，在此刻都成了最尖锐的讽刺，反复凌迟着他那可悲的自尊。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气息瞬间萎靡下去，娇身竟隐隐有溃散之兆，道心崩毁，修为反噬。萧明冷漠地扫过下方，白晨、白灵，叛徒之后，窃据荣光，欺压龙主恩人，罪一，勾结御灵师，图谋龙主之利；罪二，心术不正，残害无辜；罪三。他每说一句，威压便重一分，压得两条蛟蛇骨咯咯咯作响。本座判你们剥去蛟珠，打回原形，永镇海眼，日日受寒冰蚀骨，夜火焚心之苦，直至魂飞魄散。话音落下，两道青光自萧明手中射出，精准地没入白晨和白灵体内。两道青光自萧明手中射出，精准地没入白晨和白灵体内。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响起，两颗光滑流转的蛟珠被硬生生剥离出来，落入萧明掌心。而白晨和白灵则在痛苦扭曲中，身形急剧缩小，最终化为两条不足丈许、暗淡无光的蛟蛇，被无形之力卷向遥远的海眼方向。处理完罪魁祸首，萧明的目光落在余家众人身上。长老扑通一声跪下，磕头如捣蒜。龙主开恩，龙后开恩。余家被蛟蛇蒙蔽，有眼无珠，冒犯龙后，罪该万死。但求龙主念在余家传承不易，留下几分血脉。其他人也纷纷跪倒，哭喊求饶声一片。我看着这群曾经高高在上的亲人、族人，心中一片平静，恨意犹在，但已不再灼烧。他们的恐惧和卑微，并不能带给我多少快意，因为我知道，从今往后，我的世界不再局限于这方小小的海底家族。萧明看向我，将决定权交到我手中。明月，你来定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清晰地传遍四方。余家逐出祖地，散尽家财，自谋生路。从此，海底再无虞氏御灵世家。我没有赶尽杀绝，但这惩罚足以让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彻底没落，失去了根基和财富。他们将体会我曾经历过的，甚至更甚的艰辛，这才是对他们最残酷的报复。长老面如死灰，却不敢有丝毫异议。失去了根基和财富，他们将体会我曾经历过的，甚至更甚的艰辛，这才是对他们最残酷的报复。长老面如死灰，却不敢有丝毫异议。萧明点了点头，袖袍一挥，庞大的余家宫殿群开始剧烈震动，然后在一阵轰鸣声中，缓缓沉入海底裂缝，被永久埋葬。他牵起我的手，此地污秽，我们该走了。金光包裹住我们，下一刻，我们已置身于万米海底之下的一处神秘遗迹。这里没有海水，只有无尽的星空和一座巍峨的青铜宫殿。宫殿中央悬浮着一颗巨大的、跳动着的心脏虚影，那是龙族之心，也是萧明力量的核心。这里才是我的家，以后也是你的。他带我走过长长的廊道，两侧壁画记录着龙族的辉煌与悲壮。在一间布满星辰的静室里，他向我讲述了1000年前那场大战的全部真相，以及他如何被最亲信的蛟族兄弟背叛。我沉眠1000年，本以为复仇是唯一的念头，直到遇见你。他凝视着我，眼中是星辰大海。明月，是你让我知道，这世间还有比仇恨更值得守护的东西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他沉稳的心跳和温暖的龙息。过去的10年像一场漫长而冰冷的梦，而现在梦醒了，我握住了真正的温暖和力量。萧明，我轻声说，我们结契吧。真正的、平等的灵魂契约，不是御灵师与兽人，而是龙主与龙后。萧明眼底爆发出璀璨的光芒。萧明，我轻声说，我们结契吧。真正的、平等的灵魂契约，不是御灵师与兽人，而是龙主与龙后。萧明眼底爆发出璀璨的光芒，他低头，额角那对威严的龙角轻轻抵住我的额头，一道古老而神秘的契约符文在我们之间浮现。交融，灵魂深处传来一声圆满的嗡鸣。从此生死与共，灵魂相依。若干年后，海底小镇早已恢复宁静，甚至因为曾庇护过龙后而更加繁荣。关于于明月的传说版本众多，但无人敢轻视那个曾被视为废柴的女子。偶尔有冒险者声称在极深的海渊见过青龙遨游，其龙首之上立着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，衣袂飘飘，宛若神女。她指尖轻点，便能令狂暴的海兽温顺，枯萎的珊瑚重生。有人说，那才是真正的御灵之道，不是驾驭，而是共生与守护。而在那无人可达的海底深渊最深处，青龙盘踞在星辰宫殿之中，巨大的龙尾小心翼翼圈着沉睡的女子，鳞片上流动的微光温柔了万古寂寥的黑暗。她的明月终于在她守护的星空下安然入眠。至于那些过往的尘埃与悔恨，早已被深海的洋流带向了更遥远的无人知晓的远方。